大家好，我是分享厨。看到这么多辣椒，应该知道我要做什么了吧？今天就分享牛油火锅底料的做法。首先准备这些香料，这些我会打在屏幕上。加入热水浸泡10分钟，这样可以去除香料里面的杂质跟苦味。现在我们准备制作糍粑辣椒，我准备的是3种辣椒，这个是新一代，准备300克；小米椒准备100克；魔鬼椒准备100克。因为这2种辣椒比较辣，所以我们就准备少一点。用剪刀把这些辣椒剪成小节。之前有专门给朋友们介绍一期辣椒怎么挑选跟用途了。其实做火锅底料不能单一的辣椒，这样吃起来就不够香，因为每个辣椒出的香味不一样。最好是选择2种到3种的辣椒，这样做出来的火锅底料特别的香。把剪好的辣椒稍微抖一下，抖掉多余的籽。这些籽就不要了。锅中水烧开，下入辣椒。把辣椒这样煮一下，就感觉厨房都特别的辣。而且我们这样子煮辣椒就可以去除它表面的杂质。等一下用榨汁机榨成那个糍粑辣椒的时候比较好榨。现在我们中火煮了15分钟左右，像这样，水大部分已经被这个辣椒吸收了，就可以捞起来，控干水分。把辣椒加入到破壁机里面。朋友们，如果家里没有破壁机的话，用刀剁也可以。可以借助擀面杖辅助一下。打好过后倒入盘中备用。为了更好的操作，我是分2次打了。把泡好的香料用榨汁机给它打碎。打碎的目的是等一下煮的时候香味才会全部出来。准备50克生姜切片。小葱我们切对半。准备30克小米椒，不用切，2克香叶，用热水给它浸泡。这样浸泡可以防止辣椒跟香叶炸黑。准备10克青花椒跟10克红花椒，加入一点高度白酒，这样可以彻底的激发花椒的香味。放一盘备用。准备5滴生牛油。朋友们，现在我们已经把火锅底料所有的食材都准备好了。这个是生牛油跟剁好的糍粑辣椒，这是香料，这个是花椒，还有这个是红油豆瓣酱，准备200克。这个是50克的姜片，25克的冰糖，70克的豆豉。这个是我们刚才泡的小米椒跟香叶。等一下我们还会用到一点点甜酒。这个是料头，有香菜、大葱跟小葱，如果家里面有洋葱的也可以加一点。锅烧热，加入生牛油，开大火先把牛油熬化。牛油融化过后烧至5成热，下入筷子，能这样冒小泡泡就可以了。下入这些料头，中小火慢炸。这些料头等一下我们会捞起来不要的，主要就是为了它的味道，还有就是可以去除这个牛油的异味。把这些香味一定要给它炸出来，中小火慢炸。朋友们，我们已经炸了20分钟，像这样子，所有的料头都这样金黄色，就可以捞起来了。这些是不要的。最好是把这些油给它压一下，不要浪费。接着我们下入姜片，加入糍粑辣椒，糍粑辣椒下去一定要不停的这样搅拌，不然等一下翻底了就不好了。刚才已经大泡，现在开始慢慢变小泡了。朋友们，其实做火锅底料很简单，主要就是下这些食材的顺序不一样，因为每个食材的受热程度不一样。现在是熬了10分钟的状态，像这样子冒小泡了，我们下入小米椒跟香叶，下入豆瓣酱，再继续搅动，不然等一下豆瓣酱会糊底。像我们火锅底料本身那一块里面会有这种一整根的辣椒，就是这么来的。现在我们中小火熬了20分钟，这些小米椒的水分已经被熬干了，然后加入豆豉，然后炸好的香料，这些香料一放下去，这个香味就特别的浓郁了。朋友们，煮火锅底料一定要有耐心，就是慢慢的把它的每一个食材的香味给它熬出来。
这样做出来的火锅底料特别好，而且保存时间更长。这是熬了8分钟的状态，然后下入25克冰糖。下入冰糖的目的是为了让火锅底料吃起来有点回甘，而且中和一下口感，不会特别的辛辣。5分钟过后下入花椒。朋友们，花椒一定要最后几步下，因为花椒煮久了会苦，不然等一下整个火锅底料废掉了。花椒煮了3分钟过后，我们加入1勺甜酒，不需要加太多，不然等下会很甜。淋入10克高度白酒，这样可以起到去腥提香的作用。因为本身的生牛油它的腥味比较重，所以我们最后再加一点白酒给它去腥一下，这样而且它的香度会更浓。朋友们，我全程就是用中小火煮的，这样比较适合新手，不容易糊锅。所以我们的火锅底料的颜色是这种深红色的，像这样子的状态就可以了。为了等一下成品美观，我们夹几个小米椒起来，等一下摆盘。香叶我们也夹几片起来。全程我们可能已经熬了1个小时了，就这样子，我们火锅底料就做好了。把火锅底料装入到模具中，像这样用勺子给它轻轻拍打一下，让油往上面走。摆上小米椒，香叶来几片。再给小姑他们整个4方形的，因为他们家不敢吃辣，经常吃火锅的话都是回娘家吃的，所以弄一个小一点的就行。其他剩余的我们统一倒到一个容器里面。现在我们就让火锅底料静置24小时，让火锅底料的水分彻底的收干，而且所有的食材混合久一点，这样会更好吃。像我们家里面这些火锅底料就够我们吃1个冬天了，而且我们自己做的火锅底料的话，吃起来就比较健康，不会像外面包装袋那种会放一些防腐剂什么的。过几天我小姑他们夫妻回来，我再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吃火锅的日常。好了，本期视频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了。喜欢我的视频记得关注我，我是分享厨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